天碰到冻死鬼的故事，让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。事情发生在03年的冬天，有一次深夜，我和二叔跑大车，车子坏在了辽宁和吉林的交界处。那一带的冬天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车子坏了不赶紧找柴火点火，真能把人冻死。得亏我抽烟，随身带着打火机，我们爷俩忙活了半天才把火点上。这时远处的马路上缓缓走来了2个人影，这2个人的出现立马就引起了我们爷俩的注意。因为隔得远也看不清长相，但能确定的是这2个人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总感觉他们的身影有些奇怪，也许是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吧，他们的动作显得特别僵硬。等再走近些，在昏暗的火光下，我大概看清了他们的样子。这2人是一男一女，穿着在当时很时髦的羽绒服，显然不是跑大车拉煤的，应该是自驾出门，车子也坏在了路上。二叔是个热心肠，赶忙上去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事，谁知2人早已经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看着他们身上布满了冰霜，我心中一颤，这得在外面待了多久啊？在外都不容易。二叔忙着招呼2人去火堆旁烤火，暖和一下。面对着温暖的火堆，2个人明显愣了一下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并没有马上上前。也许是冻得实在受不了了，2个人犹豫了一下后，还是靠着火堆慢慢地蹲下了身体。二叔是个自来熟，我比较腼腆，也没有跟他们说话，只是偷偷地打量着这2个人。可不知怎的，我越看这2个人就越觉得哪儿不对劲，尤其是二叔关心地询问着他们的状况，本想着是不是能帮一把的，可这2人连个回音都没有，只是在那蜷缩着身子烤火，这让二叔可有些尴尬了。就在我俩都有些疑惑时，我们找的维修人员赶来了。二叔也没再多想，让我在这烤火，他则带着维修人员修车去了。二叔走后，那气氛就更加低沉了。我低着头烤火，时不时的还偷偷瞥向这2人。我发现这2人始终没有变过姿势，依旧是刚刚蹲下那样耷拉着脑袋烤火。我心想，就算是身体冻得再僵，也不至于这样吧。再说，面对别人的帮助，怎么就一点感激的意思都没有呢？大概半小时后，我们的车子终于修好了。二叔这时又询问起他们要不要也让这个修车师傅给一起看看，可喊了半天，对方连头都不抬一下，根本就不搭理我们。见他们实在不想理我们，我们俩也不再多说什么了，只能上车先走了。可我是越琢磨这事，越觉得奇怪。车子再次上了路，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长城岭，准备下前面的盘山路。但刚拐过弯还没下岭，就见前面的路边侧翻着一辆黑色轿车。我们靠边停车一看，只见山崖下打着灯，救援人员正在施救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们立马就想起了刚刚跟我们一块烤火的那2个人。可当我们看清山崖下正被施救的人员后，顿时就傻眼了，因为那2个人的穿着和模样正是刚刚和我们一块烤火的人，只是因为车祸躺在那里太久了，他们早已经冻成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刚才跟我们一起烤火的又是谁呢？反应过来后，二叔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，路上我们俩谁都没敢再说话。虽然事情过去很多年了，但每次想起都非常后怕。卖菜老人收到的钱却是冥币，回来找后却发现买菜的根本不是人。事情发生在山东青岛市的一个村庄里，村民老李年近70多了，老伴得了癌症，已经去世10多年了，一儿一女都在城里生活。老李图个自在，独自居住在农村自家房子里。老李的日常就是种好他那1亩3分地，然后去镇上卖菜，而卖菜的收入是老李维持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。这一天，老李像往常一样挑了大筐菜往镇子上去。走到村口的时候，老李发现因为前一天晚上的暴雨，路被雨水淹没了，于是他只能从村子后头绕着走，那里的地势高，应该不会被淹。这条路很偏僻很窄，而且高低不平，两边都是杂草，非常难走。
老李挑着菜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，走到一小半路，已经累得够呛了。前面不远处就是一个乱葬岗，刚下过雨，显得阴气沉沉的。老李也顾不得这些了，他看到路边有块石板，就一屁股坐下了。正在这时，老李就听见身后有些动静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山上的野兔发出的声响。等他回头一看，就见背后突然冒出几个人来，着实吓了他一跳。老李仔细一看，发现他们并不是在看自己，顺着他们的目光，老李发现他们正看着自己的那两筐菜。老李打量了一下这几个人，他们都穿着旧旧的衣服，脸色惨白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其中一个面无血色的老头最先开口了，让老李把菜卖给他们。老李寻思着，今天路这么难走，这样能省不少事，就答应了把菜卖给他们。那几个人一听老李这话，顿时眉开眼笑的。他们赶忙塞给老李一叠纸币，然后就快步冲向了那两筐菜，尽可能的往怀里塞。等分完菜，他们就各自把菜抱在怀里，飞快的离开了。老李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搞不清他们干嘛这么着急，不过他也没再多想，把钱放进裤兜里，挑着2个空菜筐，乐颠颠的回家去了。快到家的时候，老李越想越不对劲，因为那几个老头确实很奇怪，他们走得那么匆忙，难不成给自己的是假钱？于是他掏出裤兜里的纸币来看，发现居然是冥币。见此情景，老李连忙掉头，想着去找刚才那几个人算账。等他回到乱葬岗，找了一圈后，根本看不见一个人，最后却在几个荒坟前面停了下来。原来他的菜完完整整地散落在周围的几个荒坟前。老李这时候已经明白了一些，买菜的可能不是人，应该是这里的孤魂野鬼。想到这里，就匆匆忙忙地回家了。之后老李不管什么天气，也没有再走过那条路。漂亮女子嫁给了一个傻子，结婚没到1年，害死了傻子全家，之后却离奇地吊死在了房梁之上。这个故事是听我姥姥讲的，在他们村有一处荒了很久的宅院，之所以一直荒着没人住，是因为那是一间凶宅。原先那间凶宅的主人姓李，叫李老栓，2口子40多岁才怀上孩子。老李家几辈单传，好不容易有了后，那自然是高兴。2口子如获至宝，喜欢得不得了，给孩子取了名叫李铁汉。一转眼孩子2、3岁了，2口子却笑不出来了，孩子跟同龄人比起来有些憨傻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明显，也成了村里同龄孩子欺负戏耍的对象。为了护着自家孩子，2口子没少得罪人。春来暑往，这李铁汉可就20好几了，智力不见增长，可饭量却是惊人。一个人能吃好几个人的饭，也有力气，家里家外的活全都能干，就是人憨憨傻傻的。2口子晚上睡不着觉，就商量着给儿子说上一个媳妇，生个1男半女的，也不至于让老李家绝了后。李老栓有个妹妹，平时就干些保媒拉纤的活，就打算托妹妹给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。没出3天，李老栓的妹妹就给领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老2口怎么看怎么满意，李铁汉就更不用说了，一见到那姑娘眼睛都直了，更是100个满意。那姑娘名叫招娣，家里生有4个女孩，条件也不好，要了些彩礼，也没提什么过分的条件，这婚事也就算成了。2人结婚没多久，媳妇就怀上了孕，眼瞅着李家又要有后了，老2口对儿媳妇是格外的上心，脏活累活一点都不让她碰，就只管安心养胎就行。所谓10月怀胎1朝分娩，可招娣9个月就生了。虽然早产，可孩子却很健康，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。可孩子满月之后，李家人就高兴不起来了。招娣来了一个表哥来看孩子，孩子的长相怎么瞅怎么像招娣的表哥，而且招娣瞅他表哥的神情也不太对劲。打那之后，这位表哥可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。老太太觉得不对劲，可又没什么证据。单说有那么一天，老太太下地干活，因为有事就提前回了家，可到了家门口，发现大门紧闭，
老太太觉得这里面有事，就开始砸门，敲了好半天，儿媳妇才慌慌张张地出来开了门。老太太一瞧，她那表哥也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还衣衫不整的，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那位表哥慌里慌张地走掉了，老太太指着鼻子骂儿媳妇不守妇道，对不起他儿子李铁汉。为此，老太太一时急火攻心，一病不起，临死之前把傻儿子李铁汉叫到了跟前，嘱咐他要提防着媳妇。李铁汉虽然憨傻，可也知道娘没了，扑在娘身上哭的是声嘶力竭。俗话说得好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老太太死了没多久，老头子也跟着走了，只留下了李铁汉这一个傻小子。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，媳妇也没了顾虑，三天两头的往娘家跑，到了后来干脆就住在娘家，几天都不回来，丢下李铁汉是清锅冷灶的。李铁汉没人管没人问，成天邋里邋遢的，也有不少村民以此取笑他。可谁要说他媳妇的坏话，他可不干，抡起镐头就跟人拼命。在他看来，这世上除了爹娘，就是媳妇招娣对他好了。李铁汉出事的那天，有同村的人上门找他帮忙干活，叫了一会儿门没有人应，就推门进了屋，可到屋里一看，就吓得又退了出来。李铁汉吊死在了屋里。消息一传来，村里人都跑过来瞧热闹，也对此事议论纷纷，都想不明白李铁汉整天傻乎乎的，怎么会想不开寻死了呢？还有那村民说李铁汉根本就不是自杀，是让人给害了，因为有人头天晚上看到他媳妇招娣和一个男人偷偷的回了家，没准就是带着奸夫把李铁汉害死了。可猜测归猜测，人已经死了，李铁汉的媳妇也一直没露面，还是有好心的村民帮着办了丧事，跟他爹妈埋在了一起。李铁汉死了1个多月以后，他媳妇招娣才回来，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那位表哥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，还心安理得的在李铁汉家过起了小日子。可俗话说得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李铁汉媳妇的所作所为，让村民没有一个愿意和他走动的。邻居发现他几天没出门，院里也听不见孩子哭，觉得蹊跷，就上门想看看。可一进屋，两个人就吓得瘫在了地上。李铁汉的媳妇招娣还有他的表哥双双吊死在了屋子里，而且死了好几天了，都开始腐烂了。让人觉得诡异的是，两个人的脚下都没有踩踏借力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是怎么钻到绳套里的，又为什么双双自杀。还有他们的那个孩子也被捂死在了被子里。关于这件事，村里有各种传闻，有说李铁汉的鬼魂回来把他们吊死，又掐死了孩子，也有人说两口子吵架想不开，全都寻死了。反正那房子里的人全都死绝了，也没有哪个胆大的敢去住，时间一久就成了一处荒宅。只是关于老李家的诡异事件，到现在偶尔还会有人提起。你知道在殡仪馆工作有几种禁忌吗？最大的一条就是午夜12点后去厕所不能照镜子，还有就是你和遗体在一个房间里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自言自语。再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确定下和你一起工作的员工是不是他本人。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我在殡仪馆碰到的恐怖事件。这件事发生在2005年，天津市三义村北仓火化场。那年我刚刚毕业，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法医，可是因为没有关系，找不到对口的工作，就选择来火葬场当了一名仪容整理师。这个工作虽然很多人觉得晦气，但其实工资很高，而且这种事家属都会塞上红包，所以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。我想干上几年，多攒些钱，在城里买个好一点的房子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那些尸体，清洗身体，穿上寿衣，让他们干净整齐的上路。有一些尸体家属还会要求给化一些简单的妆，让尸体看起来跟睡着一样，以供亲朋好友来吊唁。可总有些尸体是因为意外死亡，比如车祸、坠楼的，就会非常难处理。这时就要我师傅出马，他干这个工作已经20多年了，手艺是行业里最好的。
不管尸体成了什么样子，他都有能力把它整理得像生前一样。师傅工作从来不戴手套，他说那样会影响手感，他觉得能让人整齐地走是件神圣的事，是艺术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师傅正在值夜班。火葬场的夜班其实是很轻松的，所以我跟师傅都在打发着时间。这时候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，原来是滨湖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车来送一具尸体，是一个流浪汉死在了路边，被市民发现报了警。警方送到医院确认死亡后，由医院送了过来。送尸体的小王和小戴放下尸体后都是满腹的牢骚，两个人放下尸体就匆匆地走了。对于这种没有家属的尸体，我们处理起来也很简单，做一下检查和登记就行。等警方把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拿来，就可以火化了。这时候停尸间的方向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师傅叫我去看看，别是有什么小猫小狗的，那就坏了，因为停尸间最忌讳猫狗的。等我快速来到停尸间，我看到那个流浪汉的尸体不停在挣扎着，像某种恶灵附体一样颤抖。尸体刚送来时，我已经做了彻底的检查，已经确定了他的死亡。我所学习的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，让我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可眼前的景象让我对以往的认知产生了怀疑，吓得我大叫了起来。师傅听见我的喊声，马上跑了过来。师傅看了一眼，却并没有吃惊，转身就出去了。返回来时手里拿着几根红绳，绳子两端拴着几枚铜钱。师傅说这些叫五帝钱，加上这些红绳是专门对付这种事的。当时看着那个挣扎的尸体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可是师傅却非常的冷静，他把尸体的手腕用带着铜钱的红绳捆了起来，然后又捆起了脚腕和脖子。看着师傅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尸体，我真的很难想象他这20年里都经历过什么。回到值班室后，师傅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看书打发着时间，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，脑子里都是那个尸体挣扎的样子。第二天，接班的工人们也都发现了这个尸体，可是同样没有人感到吃惊。虽然没有家属付钱，师傅还是给尸体做了简单的清理才下班。后来听说警察在中午时送来了死亡证明和火化证，那具尸体很快被进行了火化处理，而骨灰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来领取。这件事在我师傅眼里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，可我却非常的害怕，不想以后再碰到这种事，所以就辞掉了这份工作。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毛骨悚然。经常住旅馆的人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住走廊的最后一间。据说旅馆的最后的一间房阴气非常重，容易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事情发生在2015年初秋的上海，我和女友丽文大学毕业后计划了一次旅行，在上海外滩几个旅游景点走了整整1天。我们实在累得不轻，便在附近的徐汇区找了一家快捷酒店想休息。当时虽然不是国庆假期，但也算是旅游旺季，酒店非常的难找。我们也很担心没房间，说实话，我们2个人并没有多少钱，住不起那高档酒店。没想到那天运气还真不错，那个前台小姐查了一下，还剩下最后一间房，被我们赶上了。我们高兴的马上交押金，办理了房卡，订下了那间625号房间。可找到房间后，我们才发现那是这个6楼走廊最后面的一间房间。当时我心里就有些打怵，曾经有好多人都跟我说过，走廊的最后一间房是最邪的，一定不能住。很多稍有良心的酒店都是把最后一间设成杂物间的。但是丽文实在是太累了，不愿意再出去找了。说实话，我也累。再说女孩子都不怕，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会比她差吧。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房间竟然出奇的干净整洁，让我们俩十分满意，就决定住了下来。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，那是一个被拉起来的窗帘。刚开始我自然的以为是个窗户，所以准备拉开看看夜景，可没想到拉开帘子后面却是实打实的墙壁，令人十分的不解。虽然丽文说可能是酒店的装饰，
但还是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。但是白天实在是累坏了，稍微洗漱了一下，我们就早早的睡了。睡到半夜，我突然被丽文的一声尖叫给吵醒了。我一下子就坐起来时，发现丽文正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墙壁发愣。丽文看我起来了，说她起床要去厕所时，却发现墙那有个人影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正是那个挂在墙上的窗帘的位置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当时我并没有多想，觉得可能是丽文刚刚起来的时候眼睛模糊，看错了吧。不过我见得有些害怕，还是起来陪她一起去了厕所，顺便自己也方便了一下。那个卫生间里挂了一个镜子，我在小便的时候无意间往那里看了一眼，可这一看，我的冷汗立马冒了出来。那镜子正好能反射到外屋的那个窗帘，那后面真的有一个黑影在诡异地站着。我马上转头又朝那窗帘看去，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人影。我慌里慌张地跑到了外屋，想看看那窗帘后面到底有什么。可拉开帘子，那后面还是墙壁，并不会藏住什么人。我用手又是摸又是打的，反复确定那的确是坚硬的墙壁。为了不让丽文害怕，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厕所里看到的一切，然后又硬着头皮躺在床上继续睡觉了，想着就算一个黑影也不能把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样。可是不知又睡了多久，我身上感觉非常的沉重，那难受的感觉让我又醒了过来。可是我发现自己遭遇了鬼压床，身体完全不能动了，只有眼睛能模糊地看到身边的一切。而这时我看到从那个帘子后面走出了一个黑黑的人影，那个人浑身漆黑，看不清面目，走路也是那种飘飘忽忽的感觉。我那时很明白，那一定不是人，而是一个鬼，可是我浑身都动不了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那个鬼影走到了桌子旁边，似乎是正在吃我们放在桌子上的剩饭。吃完了饭，便坐在我们的床边看着电视，可电视里并没有什么节目，只是刺刺啦啦的雪花点，可他却看得津津有味。他的一切行动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他才是住在这间房间的主人，而我们才是侵入者。除了在屋里游荡，他还会到我的床边趴下身体朝我死死地看。可即使如此近的距离，我还是无法看清他的样貌，他就像是一团黑气，模模糊糊的，没有实体。我当时肌肉绷得很紧，冷汗把床单都打湿了，可是身体还是无法动弹半分。而丽文更是睡得出奇的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不知道他是否也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。这样的状态不知道坚持了多久，我的意识开始慢慢的模糊了起来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楼下传来了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。我猛地坐了起来，发现身体虽然酸疼无比，但是却可以动了。而那时丽文还沉沉地睡在我的旁边，我心里始终担心她会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，便轻轻地推了她几下。醒后可丽文跟我说，她后半夜睡得十分的踏实，所以什么也没感觉到。我爬起来，看到我们俩昨晚放在桌子上的剩饭的确是被人动过，而电视也确实被打开了，但是因为没开下面的机顶盒，一直都是雪花点。我见天也亮了，不会再遇到邪祟，就把昨晚我见到的告诉了丽文。虽然还要在上海玩上几天，但我们还是把房间匆匆地退掉了。从那次以后，我不管去哪里，从来没有再住过酒店的走廊最后一间房。